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谭松韵车里3连对脸无滤镜还得赢的原因，内娱最贵的不是脸，是省事的可信度。内娱最擅长的一件事是什么？当然不是演戏，也不是唱歌，是把看起来很真实这件事包装成一种价值观，然后再用流量把它卖成真理。谭松韵这组出游随拍之所以被夸到天上去，说白了不是她突然学会了素颜美学，是她这次踩中了粉丝和路人集体厌倦的点。你们天天被磨皮糊脸糊到找不到毛孔的人，突然看到一张还带点呼吸感的皮肤，当然会觉得人间值得。表面上这是一组照片的审美讨论，实际上是内娱公关和内容策略的微妙胜负。你以为是好看所以赢，其实是懂得怎么赢。谁？谭松韵和她的工作室干了什么？放出一组不加滤镜、不加浓妆的出游随拍。表面冲突是精修女星 vs 随拍自然，深一点的矛盾是内娱审美。系统的疲劳点已经被压榨到极限了，大家都在看同一种脸、同一种光、同一种情绪模板，突然来个相对不那么提纯的版本，当然更像照妖镜，而不是大片宣传。你别急着夸，他这招也不是凭良心做内容，行业里最会算账的人，从来不做亏的买卖。看完这组图，最扎眼的不是他穿了什么，是没有额外劳动痕迹的那种松弛感。车里3连对脸自拍，全素颜，近距离，皮肤匀净，但不是滤镜磨出来的塑料质感。脸颊气色也不是那种用高饱和滤镜强行推出来的健康感，他摆的动作也很日常，不是那种摆拍出来的完美对称，是有点调皮、有点卖萌的自然表情。像你刷到的同龄人朋友圈，但他是明星，所以天然就带了稀缺性。后面的户外出游就更明显了，还是那件背心、阔腿牛仔裤加棒球帽，棕色帽檐一压，整个人立刻从精修女星的舞台感滑向普通人度假感。她站在山路边笑的时候，不是那种我在镜头前也要显得很有距离感的高级冷淡，而是直接笑出感染力。侧身回头也不是刻意的回眸杀，而是把镜头当成朋友在分享。关键是内娱现在最贵的不是脸，是省事的可信度。大家讨厌的就是那种一眼假，一看就知道是后期和团队硬做出来的精致。所以这波讨论的火，其实是审美反噬，精修过度已经变成负担，越精越像工业品。观众反而越想要真人味。你看，同样是明星，为什么一部分人越晒越烦，另一部分人一晒就被夸上天？就因为前者是在完成 KPI， 后者是在完成情绪价值。而情绪价值这4个字，在内娱就是最值钱的货币。更现实一点讲，这种自然并不是原生的，它是运营出来的。你别把镜头后面的团队想成不存在，工作室敢发无修饰随拍，前提就是他们确认这套素材足够好看，足够健康，足够不翻车，同时还要足够符合当下观众对松弛感的需求。你以为这是纯审美，实际上是策略。策略的本质永远是控制风险和最大化收益。你看现在的照片审美为什么这么统一？因为体系已经成熟到可复制，流程化的磨皮，统一的色调，统一的氛围滤镜，统一的我很会生活的调度，然后再用广撒的营销渠道分发，最后把它包装成高级。高级这词，在资本和公关嘴里就是你别问，问就是你没品，但观众的反应很直白，越高级越像假，越像假越容易引发反感。所谓无滤镜反而成了稀缺卖点。谭松韵这次的卖点就是我没有多余解释，他不需要用一堆文案告诉你我今天很普通，他的图自己就把普通但好看塞进你的眼睛里。这就像你在街上看到一个人穿得简单却很干净，
第一反应不是他在营销，而是他是真的舒服。人类对这种信号的识别能力很快，因为我们本能就讨厌虚假的亲近。但你要清楚，内娱从不缺会演的人，缺的是能用最小成本赢最多人心的打法。接下来就的剥洋葱，表面上大家在比松弛感，但内里是在比3样东西，分别是可控风险、可复制传播、可延展商业。第一，可控风险。女明星晒照这件事，如果你真的完全不精修，那你就要承担皮肤瑕疵被放大的风险。所以没有团队把关你不敢，团队敢发是因为他们知道这张脸在当下审美里仍然能打，甚至能打得过精修女星。第二，可复制传播。这类图天然适合短视频二创和长图转发，观众不需要看完才理解内容，滑一下就知道这是素颜还是磨皮，这是自然还是后期。而当你在传播里参与判断，情绪就会更强，评论区的争论也会更容易扩散。第三，可延展商业。品牌最爱这种像生活一样的宣传，不需要你挂广告牌，不需要你说自己有多会保养，观众自己会把它和日常护肤、穿搭休闲、轻旅行的生活方式绑定，然后顺理成章的去搜同款。这就是内容与转化之间最省钱的桥梁。所以别只看好看，要看会不会卖。内娱的真相永远是这句：审美不是目的，审美是接口。再读一点说，工作室放出无修饰随拍，本质上是在帮自己拉一个好感底盘。你遇到负面时就能用他就是这样的人，他一直都不端着的叙事去兜底。你遇到路人审美疲劳时，就能用他的松弛感更真实的话题去抢注意力。你遇到商业合作时，也能用自然风格适配生活品牌的定位去谈价格。这就是 PR 的另一种形态，不是危机公关，而是日常资产管理。而资产管理在内娱最怕的是什么？最怕脸一旦翻车，粉丝帮你洗到死，路人照样看得出问题。所谓赛博牌坊，就是那种把一切都包装得像圣人，结果你现实里动一下就露馅，观众会立刻反噬，夸你的人变成质疑你的人，骂你的人变成嘲笑你的人。所以聪明的团队不会把真实当成冲动，他会把真实当成可控的营销变量。你现在看谭松韵这组图，是没有浓妆，是自然光，是皮肤观感更清爽，但这不等于他在公开展示所有瑕疵。真正的无修饰在现实里几乎不存在，镜头、光线、角度、曝光、手机算法以及团队的后期微调，都能把真实拉到看起来真实的区间。内娱永远在一个灰度袋里玩火，既要骗过观众的信任，又要保证商业价值不会崩。那为什么观众会买这种看起来没用力的账？心理学很简单，叫做降低认知负担。你不用再辨认它用没用滤镜，不用再猜这张图是不是营销海报，你直接获得了情绪体验。所以你更容易形成他是好人的感觉，这种感觉比他真的美更能留存。再加一点娱乐圈常见的群像因素，很多观众其实不是在追求素颜，他们是在追求被尊重。精修过度会让人觉得你在把自己当靶子，连脸都不让你看清，你还要我夸你真实，这就属于又当又立，观众当然烦。而当你看到不那么完美的版本，你反而会放松警惕，甚至替他辩护。比如评论里常见的句式，就是他看起来就是舒服，不用精修也好看，终于有正常人。注意，这些话的背后是情绪宣泄，不是理性审美。群像描摹一下就更清楚了，粉丝端会怎么想？粉丝会抓住终于不用被喷精修了看，这才是我们家的爽感去传播。他们不会深究策略，因为深究会降低爽感，而爽感是饭圈最上头的燃料。路人端会怎么想？路人通常就是我也就看看，
但他们会被那种没有用力的错觉打动，于是进入评论区参与讨论和站队。这个站队本质上是对内娱审美体系的反抗。对家端会怎么想，少不了酸一下。比如谁说没有精修这是摄影团队怎么可能完全不修？这些人其实也在参与，只不过他们把精力放在拆解而不是欣赏。评论区越撕越热，热度怎么来的？撕出来的。所以你看，这个局从来不是纯审美，是真正意义上的流量战场。只不过他用的是自然这张牌，但行业里对同类打法的历史镜像往往没有那么美好。很多人拿自然当旗帜，最后变成伪自然，原因只有一个：镜头外的运营成本越来越高。脸和身体状态管理一旦跟不上，自然会在某个节点变成漏洞。给你2个对照组你就懂了。第一个对照组是某些靠素颜清纯人设吃饭的女星，早年确实能用观感赢，因为状态好，年龄段适配，身材线条也符合大众审美，她们晒生活照会被当成真性情。但一旦热度上来，团队就开始加码，开始用更强的后期、更频繁的合照、更密集的品牌绑定去兑现流量。久了，观众就会发现那种自然不是真的自然，然后反噬就来了。争议从你精修了吗升级到你是不是在用人设骗。第二个对照组更典型，是一些在大热阶段突然切无滤镜风格的女网红。刚开始大家夸真实，后来她们开始在更日常的场景里依然维持完美。甚至在光线最不友好的环境里也保持一致的皮肤质感，这时候观众的警觉就会拉满。所谓无修饰反而变成更高级的造假。讽刺的是，越解释越像做贼心虚。第三个对照组是影视圈，很多演员在宣传期也爱玩真实生活照，但问题是宣传期的真实往往和剧本绑定。生活照就是为了让你觉得他人设可信，一旦剧播口碑崩了，人设就失效，观众会翻旧账。比如你当时不是说不摆拍吗？你当时不是说松弛吗？到那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大家夸你的不是自然，是你当时没出事。谭松韵这波现在看起来很舒服，问题在于内娱的现实很残酷，舒服只是一时的信号。后续的状态、作品、争议点一旦出现，团队就会回到最传统的逻辑，立刻切风格，立刻控节奏，立刻把叙事重新上色。换句话说，他能用自然赢一次，不代表未来永远不会用自然做遮羞布。这也就是行业揭秘部分要讲的底层逻辑。说到底，内娱内容是分层的，顶层是商业叙事。比如作品、资源、咖位、奖项，你看得见的那层；底层是风险叙事，比如情绪、形象、争议、回应。你以为看不见，但其实天天在发生。无滤镜随拍属于风险叙事里的低成本操作，它不需要长篇声明，也不需要危机公关的统一口径，反而是用大家看起来更舒服了。这种软方式来降低潜在攻击。为什么这种东西能降低攻击？心理学里有个词叫道德许可。当观众觉得你在某种意义上更真诚，就更难对你进行恶意解读。你越会把自己摆在普通人的位置上，越能减少别人对你的敌意。哪怕后面你犯错，观众也会下意识替你找理由。这就是提纯的另一种面貌。提纯不是只提纯人设，也提纯观众的情绪。你要让他们把攻击这件事变得麻烦。内娱公关最爱的不是把谎言打得圆，是把舆论打得散，把矛盾打小，把节奏打慢。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团队在关键节点用类似生活照旅拍随手录的小视频来稳住盘面，尤其是当艺人没有作品爆点的时候，用这种日常可感知的内容去维持存在感，顺带把观众的注意力从他有没有演技转移到他看起来好像没那么用力。
这不是艺术，这是运营。内娱的本质就是两套系统互相争抢注意力，一套是工业化精致，一套是低成本真实感。谁的契合度高，谁就赢；谁的风险更可控，谁就能活得更久。历史镜像再来一脚，内娱以前也出现过类似的自然风潮，每次潮水退了都会留下尸体，原因不是审美变了，是运营失控了。当观众真的开始厌烦精修，他们会把自然当作新标准，然后自然也会被过度生产。过度生产的结果就是反而更假，假到让人想吐。所以你看到今天谭松韵被夸真实，很可能在下一轮审美风向里就会有人质疑你这不是自然，是更会演的自然。内娱的残酷就是，别人给你一个称号，下一秒就能把它收回去当棍子打你。最后终局嘲讽一下，谭松韵这组出游照确实好看，但别把这当成娱乐圈良心回归，内娱从来没有良心，只有计算。你喜欢的所谓自然松弛，说穿了就是团队把被相信的成本压低了，把被转发的效率拉满了，顺便给你一个情绪出口，让你在刷屏的疲劳里短暂放下防备。至于吊打精修女星，更像是粉丝的情绪翻译器，谁都想赢，但赢的方式不是谁更像人，而是谁更懂观众此刻缺什么。内娱这地方最不缺的就是美女，最缺的是照妖镜，而无滤镜随拍恰好让你看到了你讨厌的是假精致，不是明星本身。下一次等你再次审美疲劳，这个故事还会换皮继续上演。大家都在这场戏里当观众和韭菜，只是角色不同而已。你记住一句就够了，体面不是人设，体面是资源，松弛也不是天生，是运营给你喂的幻觉。吃多了就会反胃，但反胃也会继续点下一口，因为流量不靠良心，靠饥饿。所以你问你觉得明星晒照、真实随拍和精致精修哪个更吸引人？我的答案很简单，哪个更不容易让你怀疑，你就觉得哪个更真。哪个更能让你觉得我这次没被骗，你就愿意多看一眼。